采选用8股的手编粗毛线以及4.0毫米的钩针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由包身的底部开始钩织。起针完成之后，编织27个辫子针。第27针结束，我们返回倒数第3针，在锁针的背面挑里衫的1根线，在这里钩织1个长针。首先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，将线带出。钩针上剩3根线，然后2根线并1针，循环2次。接着在同一个位置增加3针，再编织3个长针。我们在同一个锁针上一共钩织4个长针，右侧的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在总针数内。后面的部分按顺序编织，对应每一个锁针各编织1个长针，一共钩织23个长针。第23针结束，在第一个锁针上增加5针，一共钩织6个长针。第6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23针，同样钩织23个长针。第23针结束，在最后一针上再编织2个长针。最后的这2个长针加上开始的4个长针，在同一个位置一共6个长针，与另外一端的6个长针相互对应。第一圈一共钩织58个长针，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2圈首先锁2针作为起立针，在第一个针目上增加1针，钩织2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同样钩织2个长针。我们在开始的4个针目上增加4针，一共钩织8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编织，对应第一圈的23个针目，钩织23个长针。第23针结束，接着在转角的6个针目上各增加1针，一共钩织12个长针。第12针结束，后半部分对应前面的23针，同样钩织23个长针。第23针结束，在剩余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2个长针。4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3圈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这一圈针数不变，对应每一个针目各编织1个长针，一共钩织70个长针。第3圈结束，最后在第一个长针上编织1个引拔针。第4圈首先翻转织物，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作为起立针。在第2个针目上开始钩织，首先按顺序编织3个长针。
第3针结束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。在第2圈由第1个长针开始，向左侧数出6个针目，在第6个长针的立柱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将织物翻转，在5个锁针的镂空处钩织6个短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一个针目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继续编织5个锁针。在第2圈的第7个长针上，同样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将织物翻转，在5个锁针的镂空处继续编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。接下来我们演示第2组，首先在主体上空出一个针目，在后面的3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第3针结束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。在第2圈相隔的第6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5个锁针的镂空处钩织6个短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1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长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继续编织5个锁针。在第2圈的下一个长针上，再编织一个引拔针，同样翻转织物，在5个锁针的镂空处钩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。后面不再赘述，我们按照前面的规律，一共循环10组花样。第10组花样完成之后，在开始的第1个长针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5圈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在第10组花样的顶部挑上方的2根线，在这里钩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长针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在花样另外一端的顶部，同样挑上方的2根线，钩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3个长针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3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按照前面这7针的顺序循环编织，一共钩织70个长针。第5圈结束，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第6圈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。前面先按顺序编织3个长针。第3针结束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。我们在下方第1组花样之间的位置找到中间的2个长针，在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将织物翻转，在锁针的镂空处编织6个短针。
6针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一个针目，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继续编织5个锁针。在下方的同一个位置，再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锁针的镂空处编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。后面重复编织第2组花样，在主体上空出1针，然后按顺序编织3个长针。第3针结束，接着编织5个锁针。在下方第2组花样之间的位置，找到中间的2个长针，在2个长针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将织物翻转，在锁针的镂空处编织6个短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1针，后面按顺序编织2个长针。前半部分完成之后，继续编织5个锁针。在下方同一个位置，再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锁针的镂空处编织6个短针。6针结束，这样完成第2组花样，后面重复操作，同样循环10组花样。第6圈结束，后面的部分不再赘述，我们按照第5圈和第6圈的钩法，循环编织到第18圈即可。包身的主体完成之后，我们一共钩织了8排 V 字形花样。接下来我们钩织提手的部分，在主体两侧分别留出2组花样，在中间留出3组花样。我们在织物的反面开始编织，在花样右侧的第2个长针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2个锁针，做一个长针。在下一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长针。在花样的顶部挑上方的2根线，编织一个长针。后面按顺序正常编织，这一排一共钩织15个长针。第1排结束，第2排首先锁2针，翻转织物，开始的2个锁针相当于一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再编织一个长针，然后编织5个锁针。在花样中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锁针的镂空处编织6个短针。6针完成之后，在主体上空出1针，然后按顺序编织2个长针。后面继续编织5个锁针。在下方同一个位置再编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翻转织物，在锁针空隙处编织6个短针。第1组花样结束，后面正常编织，完成第2组花样。第2排结束，第3排需要进行减针。首先锁2针作为一个长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第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在花样顶部挑2根线，同样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。最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引拔钩出，
完成一个2针并1针。在后面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在花样另外一端的顶部再编织一个长针。在后面的针目上同样编织一个长针。在接下来的2个针目上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在花样的顶部挑2根线，编织一个长针。在后面的2个针目上各编织一个长针。在花样另外一端的顶部以及下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2针并1针。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长针。这一排一共减去3针，剩余12个针目。第4排首先锁7针，翻转织物。开始的7个锁针相当于1个长针以及5个锁针。在第1组花样之间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。将织物翻转，在5个锁针上编织6个短针。后面不再赘述，对照主体的花样正常编织即可。第4排结束，后面的部分按照前面这2排的针数重复编织，一直钩到第16排即可。第16排结束，将线剪断，这样完成提手的前半部分。我们在另外一端重新起线，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16排花样。提手的后半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将末端的位置缝合固定。顶部中间的位置缝合完毕，接下来我们在包口以及提手的边缘钩织一圈短针。首先在顶部的中间位置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然后编织1个锁针。在第1排侧边的位置编织2个短针。在第2排侧边的位置编织1个短针。我们按照2个短针、1个短针的顺序，一共钩织24个短针。第24针结束，在主体中间的位置按顺序编织20个短针。第20针结束，在提手的另外一侧同样钩织24个短针。包口其中一侧的短针完成之后，在另外一侧按照相同的方法编织。我们钩到包口中间的位置，在这里钩织1个引拔针，然后编织16个锁针，作为扣眼的部分。16针结束，在同一个位置再编织1个引拔针。后面的部分继续正常编织短针。边缘的短针完成之后，在包身的正面缝制1颗纽扣。接下来我们将提手的上半部分边缘缝合固定。现在我们这款可爱的奶奶包就完成了。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